嗨，大家好。2022年7月5日，在中航空业试飞中心的官方公众号“中国试飞”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新闻：7月5日，试飞院党委举行党员先锋队交授旗仪式暨某重点型号动员会，院党委书记葛和平以及相关型号总师、副总师等等参加。而全文的重点来自第二段，葛和平书记对某型号研制进行了动员，向全体参试人员发出动员令，强调该型号研制的重大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关注点自然都聚焦在了这个重大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上。能让中国试飞院开如此隆重的动员大会，还能担得起战略和历史意义的飞行器型号，还真的凤毛麟角。几乎所有人都把目标锁定在了那个万众期待的一氧化二氢轰20的身上了。不过也有例外，很多网友根据试飞院这次动员大会的合照中出现的这两位身穿白衬衫并佩戴领带、形似民航客机的飞行员，进而推断这个某型号有可能是 C919。C919 虽为民航客机，不过鉴于可以打破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的垄断地位，的确具有跨时代的战略和历史意义。不过 C919 早就已经在上海浦东机场开启了试飞工作，今年即将交付，而且这一型号也不再需要保密，完全不需要用某重点型号来掩饰，所以个人认为是 C919 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会不会是万众期待的轰20呢？那就要看看在中美各类机型对比中有哪些型号能配得上具有战略意义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空军的标杆，一直都是人民解放军观摩、学习和超越的对象。经过几十年磨一剑，现如今美军大部分的军机，解放军都有了对应型号。战斗机方面，歼20威龙可以对标 F-22猛禽和 F-35A， 歼11和歼16侧背家族对标 F-15家族。歼10与 F-16尽管用途上略有差别，但同属单发型4代战斗机。同为20家族的胖妞运20对标环球霸王 C-17。有了这个平台后，后续的运油20便可对标 KC-135加油机和后续型号 KC-46。舰载机方面，飞鲨歼15和弹射版歼 15T 对标 FA-18EF 超级大黄蜂，歼 15D 对标 EA-18G 咆哮者，空警600舰载预警机对标美国的 E-2，舰载5代机歼35对标 F-35C 肥电。直升机方面，同样是20家族的另一款直20对标 UH-60黑鹰，5直10对标 AH-1眼镜蛇。无人机方面，无人机对标 RQ-4 全球鹰，彩虹和翼龙家族对标 MQ 系列。空天飞机方面，可重复使用的神龙飞行器组合可以对标 X-37B 空天飞机。再接下来，美国已有而中国没有的，例如 X-47B 舰载无人攻击机和 MQ-25 舰载无人加油机。这两项的对标物不出意外，应该是此前阅兵时亮相过的攻击11无人机的舰载版。美国 T-45 舰载教练机的对标物应该是我国教练10的舰载版。以上几种机型在寻找对标物时尚有迹可循，接下来几款我军可就从来没有公布过了，比如与阿帕奇对标的10吨级武装直升机和 V-22 鱼鹰式轻转旋翼等直升机型。最后就是几款具备所谓战略意义的机型了，一个是超大型战略运输机 C5， 另外就是美国的3B 战略轰炸机、远程战略轰炸机 B52、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B1B 和隐身战略轰炸机 B2。此前介绍战略运输机时介绍过 C5， 与其对标的是俄罗斯的安124。而由于世界最大的一架战略运输机安225已在俄乌战场上被摧毁，这两款机型现已成为世界战略运输机的翘楚。不过这种超大型运输机由于吨位巨大，对于着陆时机场的要求就很苛刻，不像 C-17 伊尔76可以随时在野战屠场起降，实用性方面就差了一些。既然中国已经有了同时可以承担战略和战术运输任务的运20，研制一款可对标 C5 的超大型战略运输机就没那么迫切了。而反观战略轰炸机方面，中国尽管有了轰6并魔改了 N 个版本，不过平台仍然来自50-60年代的图16，载弹量和航程均受限，即便可以空中加油，与美国的 B52 相比也只是勉勉强强。所以中国当前急需一款新型战略轰炸机，可以填补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中空机部分的不足，于是才有了被无数军迷寄予厚望的轰20。我记得2年多前做过一期中国到底需要怎样轰20的视频，其中提到过未来的轰20将有2个主研方向，一个是通过极高的隐身性突防，就是需要采用类似 B2 这种飞翼式外形设计，不过这种设计通常要以牺牲速度为代价，也就是无法超音速，只能亚音速飞行。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典型的代表包括美国的 BB 枪骑兵和俄罗斯的白天鹅图160。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的突防手段，顾名思义就是靠速度了。B-1B 的海平面速度为 0.95 马赫，高空达 1.2 马赫，可以超音速飞行。而图160简单来说就是将 B-1B 的各项指标全部放大，速度快了 80%， 超过 2.02 马赫，尺寸大了 35%， 航程也多了 45%。因此图160也被誉为世界最强超音速重型轰炸机。图160最初的设计是为应对北约的欧洲战场，由于不需要隐身，也就无需内置弹舱，所以其巨大的机身可以挂载多枚防区外远程巡航导弹和最新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在本土附近或者无需飞出本土就可以完成投弹，而其优异的造势可逃逸速度也可轻松将追来的战机甩开飞回本土。北约那些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尽管有些速度可以超过白天鹅，但一旦接近俄罗斯本土便会被防空雷达捕获，只有被击落的命运。所以想要猎杀图160就只能靠隐身5代机了。而 F-35A 的单发设计限制了其速度只有可怜的 1.6 马赫，根本追不上白天鹅的 2.02 马赫。因此当今世界也只有 F-22 和歼20具备深入俄罗斯本土猎杀图160的能力。而 B-2 的思路明显不同， B-2 由于要隐身，只能在内置弹舱挂在中等尺寸的重力炸弹或者短距巡航导弹，无法外挂防区外巡航导弹或者最新的高超音速武器。它可以凭借极强的隐身能力，突防至距离目标几十公里内进行投弹。不过这种突防模式去轰炸毫无还手能力或者防空体系不健全的对手尚且好用。当年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 B-2 就是从本土怀特曼基地起飞，穿越大西洋抵达贝尔格莱德上空后，投掷捷达姆导弹发起的攻击。当年南联盟的防空体系已被北约摧毁殆尽，面对 B-2 自然毫无还手之力。但南联盟毕竟是南联盟， B-2 的对手假如换成像中俄这种防空体系健全的国家，如果贸然勇闯火线，自然是有去无回。 B-2 一旦打开弹舱发起攻击，隐身性能即被破坏，即便不为防空导弹所击落，以其 0.95 马赫的最大逃逸速度，也很难逃过超音速战斗机的猎杀。因此最近几年你很少会看到 B-2 出动执行任务的新闻，尤其是在中国周边的东海和南海，反而经常来的却是 B-1B 枪骑兵。那么面对未来可能发生战事的西太平洋，能从美军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战斗机就是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 F-35C， 无独有偶，最大速度都只有 1.6 马赫，所以未来轰20的最大逃逸速度达到或超过 1.6 马赫将是个硬指标，至于是不是非翼式布局反而没那么重要。这本来是我原本的想法，不过由于 B-2 的外形被设计得过于超前，极具科幻感，所以几乎所有有关轰20的 CG 图、猜想图都以 B-2 为蓝本，甚至中航工业自己发布的多个视频中也在疯狂暗示轰20就是采用了非翼式隐身布局。看起来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所以到底轰20是被设计成一款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还是非翼隐身战略轰炸机？随着轰20即将揭开神秘的面纱，答案将见分晓。那么除了轰20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机型可以称得上重大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呢？还别说，真的有。这是美国军事观察网去年11月曝光的一张卫星图，在成都黄天坝机场的一处角落，出现了一架长相奇特的神秘军机。这架飞机被外媒推测为中国正在秘密研制的国产第6代战机。那么如果此次试飞跃所指的某重点机型就是国产6代机的话，那么它当然也担得起重大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了。至于我国6代机的研制进展以及各国6代机的发展现状，我们下期视频再来介绍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